先说说这套造型给我的第一感觉吧，就是帅，纯粹的，毫无杂质的，让人想尖叫的那种帅。我知道帅这个字已经被我们用烂了，但这次我是真的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。那件黑色机车皮衣穿在他身上，怎么说呢，就好像这件衣服等了他很久，终于等到了对的人。剪裁特别利落，肩线卡得刚刚好，把他那个宽肩窄腰的身材优势完全展现出来了。我盯着那张全身照看了大概有5分钟，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，这人是真实存在的吗？而且你们注意到他的眼神没有？就是那种冷冷的，带点不屑，但又特别自信的眼神。不是刻意装出来的那种酷，是骨子里透出来的。我当时就跟闺蜜发消息说，你看他这个眼神，我感觉他下一秒就要骑上摩托从我心上碾过去。我闺蜜回了我一串哈哈哈哈哈哈，然后说你已经没救了。好吧，我承认，我确实没救了。其实关注王一博这么多年，我早就习惯了他每次出场都能给人惊喜这件事。但说实话，这次还是被震到了。因为他之前尝试过的风格真的太多了，多到我觉得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造型能让我这么激动了吧，结果他每次都能打我的脸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有一次他穿了一套复古西装，戴了个礼帽，整个人的气质一下子就变了。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？就像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民国少爷，带着一点点忧郁，一点点金贵，站在灯光下面，整个人都在发光。我当时存了大概50张图，手机相册直接多了一个叫王一博西装纱的文件夹，到现在都没舍得删。那套造型让我觉得他特别适合走那种优雅复古的路线，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以后可以多尝试这种风格，结果呢？转头他就穿上了赛车服，对，就是那种专业的、紧身的、印满赞助商 logo 的赛车服。你们要知道，赛车服其实是非常难穿好看的，因为它的版型本身就不是为了日常审美设计的，它功能性太强了，穿不好就会显得很臃肿或者很呆板。但王一博穿上之后，我的天，那个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。他本身就是专业的摩托车赛车手，所以穿上赛车服的时候，那种气质是由内而外的，不是摆拍能拍出来的。你能感觉到他是真的热爱这个东西，他站在赛车旁边的时候，整个人是松弛的、自在的，那种人车合一的状态特别有感染力。我当时看比赛直播的时候，说实话，有一瞬间忘了自己是来看帅哥的，真的被那种速度感和竞技感给震到了。所以你看，从复古绅士到热血车手，这两个风格之间的跨度有多大？一般人能驾驭好其中一种就已经很厉害了，他2种都能穿出自己的味道。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的时尚可塑性真的是天花板级别的，但没想到这次的机车皮衣造型又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冲击。机车风和赛车风听起来好像差不多，但其实完全不一样。赛车服是专业的、竞技的、充满速度感的，而机车皮衣更偏向于街头、叛逆、不羁。它不需要你真的去骑车，它传递的是一种态度。王一博这次穿的那件皮衣，款式其实不算特别复杂，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装饰，就是很经典的机车夹克版型，但越简单的东西越考验人。衣服简单，那所有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穿它的人身上，你的身材、你的气质、你的表情、你的肢体语言，任何一个细节都会被放大，而它真的扛住了。我反复看了好多遍活动现场的视频，他走过来的时候，那个步伐不快不慢，每一步都踩在我的心尖上。好吧，我知道这个形容很土，但真的很贴切。皮衣的拉链没有完全拉上，里面搭了一件很简单的内搭，脖子上隐约能看到一些配饰，不夸张，但很加分。他站在那里跟主持人互动的时候，偶尔会微微侧一下头，或者不经意的把手插进口袋里，这些特别小的动作放在他身上就莫名其妙的好看。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老天爷赏饭吃吧，有些人天生就适合站在镜头前面，他随便一个动作都像电影截图。说到这里，我忍不住想感慨一下，王一博这几年在时尚方面的成长真的很明显。早期的时候，他的穿搭其实更偏少年感，清清爽爽的，很可爱，但说实话还没有形成自己特别鲜明的风格。后来慢慢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造型，从街头潮牌到高级定制，从运动休闲到正式礼服，每一种他都在摸索，每一种他都在进步。到现在，他已经到了那种穿什么都像自己的阶段了。就是不管衣服是什么风格，穿到他身上之后就会变成王一博的风格，而不是王一博在模仿某种风格。这个区别其实挺大的，也是我觉得他在时尚领域最厉害的地方。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他的造型团队真的很懂他。他们不会为了追求所谓的突破而给他穿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每次的造型都是在他的气质基础上做延伸。
比如这次的机车皮衣，就是抓住了他身上那种冷感和不羁的特质，然后用服装把这个特质放大，不是硬熬，是顺势而为。这种默契真的不是一天两天能培养出来的，看得出来他们合作了很久，彼此之间非常了解。好了，我知道我说了很多废话，但我真的太激动了，你们就让我再啰嗦一会儿吧。其实除了造型本身，让我更感慨的是王一博这个人的状态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他现在站在镜头前面的那种自信，和几年前真的不一样了。早期的他其实有一点点拘谨，尤其是在一些大型活动上，你能感觉到他在努力控制自己的表情和动作，有时候会显得稍微有点紧绷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他现在整个人的状态特别松弛，那种松弛不是懒散的，而是一种我知道自己很好看，我也知道你们在看我，但我不需要刻意去证明什么的从容。这种气质上的变化，我觉得比任何造型上的突破都更让人惊喜。就像这次机车皮衣的这组图，他并没有做什么特别夸张的表情或者动作，就是很自然的站在那里，很自然的看向镜头，但就是能让人感受到那种强大的气场。这种气场不是靠衣服撑起来的，是靠他这个人本身撑起来的。衣服只是锦上添花，他才是那个。我闺蜜之前问过我一个问题，她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王一博？就因为他长得帅吗？我当时想了很久，然后跟他说长得帅当然是一个原因，我又不是圣人，我当然看脸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让我觉得他是一个一直在往前走的人。你看他跳舞，从很小就开始练，到现在依然是内娱天花板级别的存在。你看他演戏，从一开始的青涩到后来慢慢有了自己的节奏和表达。你看他赛车，不是玩票性质的，是真的去考执照，真的去比赛，真的在赛道上拼过命。你看他滑板，也是认认真真的在练，不是摆拍两下就完事了。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是那种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做到最好的态度，这种态度放在时尚领域也是一样。他不会满足于某一种固定的形象，他一直在尝试，一直在突破，一直在给观众带来新的东西。这种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，说实话，有时候会给我一种很奇妙的力量。就是当我自己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瓶颈或者迷茫的时候，我会想到他，想到他也在不断的挑战自己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吧，那我也再试一次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矫情，但追星这件事本来就是很私人的，每个人从偶像身上获得的东西都不一样。对我来说，王一博不仅仅是一个长得好看的明星，他更像是一个在远处默默给我打气的人。说回这次的造型，我还想特别提一下这次活动的灯光和摄影。好的造型真的需要好的拍摄来呈现，这次的出图质量真的非常高。有几张是侧逆光拍的，皮衣的光泽感被拍得特别好，你能看到皮革表面那种细腻的纹理和反光，整个画面质感拉满。还有几张是近距离的特写，能清楚的看到它下颌线的轮廓和睫毛的弧度。我当时存图的时候手都是抖的，因为真的太绝了。好的摄影师真的能捕捉到艺人最动人的瞬间，这次的图我觉得每一张都可以直接拿去做杂志封面。而且我发现一个细节，就是这次造型的妆发也配合的特别好，发型是比较利落的，没有太多碎发遮挡，把整个面部轮廓完全露出来了，跟皮衣的硬朗感很搭。妆容也比较干净，重点放在了眉眼部分，让他的眼神更加突出。整体看下来，造型、妆发、灯光、摄影，每一个环节都在线，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才会这么炸裂。我知道网上有很多人对追星这件事有偏见，觉得追星的人都是无脑的、疯狂的、不理智的。但我觉得喜欢一个优秀的人，从他身上获得快乐和力量，这本身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。王一博用他的努力和才华证明了自己值得被喜欢，而我们作为粉丝能做的就是在他每一次精彩亮相的时候，毫不吝啬地表达我们的欣赏和支持。就像这次的机车皮衣造型，他帅到了我，帅到了你，帅到了所有看到这些图的人，这就够了。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，不需要去争论谁更帅，只需要在看到他好看的那一刻，真诚地说一句真的好帅啊！这种简单的快乐就是追星最本质的意义。王一博，你下次再这么帅的话，麻烦提前通知一下，让我有个心理准备，好吗？我的心脏真的承受不住这种级别的冲击了。